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李沁，你会越来越好的。娱乐圈有个奇怪的定律，看一个人红不红，不是看有多少人捧他，而是要看有多少人骂他。自从《人生之路》开播以来，李沁的黑妆造型就备受争议，接着网上就出现了一波表演痕迹过于明显、用力过猛的评价。对于《人生之路》这部剧，我是一直追更的。说实话，化了黑妆的李沁确实没有李沁本色那么美，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颜值下，我依然看到了刘巧珍的魅力。这种魅力是来自于演员对角色的塑造，让观众达到了共情。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李沁的演技十分了得。李沁不仅对刘巧珍这个人物内心的揣摩十分到位，还能把人物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很透彻，表达得很准确。这几场戏让人看得潸然泪下。第一段，高加林被学校停职，梁满盾在县城里意外车祸，导致高加林被教育局停职。回到家里的高加林自暴自弃，之后刘巧珍去劝慰高加林。这段戏，面对高加林的质问，李沁的眼里一直含着泪水，想哭却不敢哭，把刘巧珍面对高加林的心疼和委屈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段，和高加林分手，来的时候有多欢喜，走的时候就有多悲伤。刘巧珍满心欢喜地来见情人，结果等来了高加林说要远走高飞，懂事的巧珍劝高加林大胆地去吧。接下来的对话，刘巧珍都是含着眼泪说的，声音也在渐渐哽咽。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刘巧珍转头咬着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音。刘巧珍的委屈和坚强在这一刻被李沁表现得十分到位。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反正这段我哭得稀里哗啦。短暂调整情绪的刘巧珍善良地说：“我走了，嘉林哥。”说完这句话，刘巧珍迈着潇洒的大步走了，脚步越来越快，直到跑起来。渐行渐远的刘巧珍终于停下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了。李沁在采访中表示，这一段戏刘巧珍并不怨恨高加林，她对高加林是深爱的。内心如金子般的刘巧珍被李沁演活了。第三段，去上海的车上和马栓走散了。马栓和刘巧珍带着女儿莹莹去上海看病，火车到了一个小站，马栓下车去买吃的。火车开了，刘巧珍没有等到马栓，着急的刘巧珍在火车上大喊停车，还有人没上来，她一边喊一边抱着女儿莹莹到处走。要说看李沁抱孩子的样子，私下里一定是练了很多遍的。看着刘巧珍焦急的样子，真是让人心疼。还好马栓上车了，只是走错了车厢。刘巧珍和马栓的婚姻是幸福的，但是不幸的是莹莹有先天病，为了给孩子治病，两个人一起努力支撑着。所以当她面对突然丢失的马栓，情绪失控的感觉让人心疼。而李沁对于这种情绪的演绎，一下子就把人带入到那种心酸的情绪中，让观众共情。这大概就是好演员对角色演绎的魅力所在。李沁对《人生之路》刘巧珍的解读。在爱奇艺的采访中，我听了李沁关于剧中刘巧珍的很多解读。李沁对于刘巧珍的性格解读，他说刘巧珍是一个很丰富的人，还用了7个词：能干、聪明、热烈、朴实、坚韧、直接、善良来形容。最后总结一句话：刘巧珍是金子般的女生。还有，为什么刘巧珍和小妹的关系要比大姐的关系好？李沁解读说，因为巧玲的身上爱学习、想出去的理想，也正是刘巧珍的理想，而大姐就是属于那种安于现状、过小日子的性格。因为理想相似，所以刘巧珍和妹妹的关系要更亲近一些。为什么刘巧珍后来能和马栓走在一起？李沁的解读是，
因为刘巧珍和马栓的底层价值观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好日子、好生活要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才能得来。包括后边对于刘巧珍表白高加林帮助喜喜和香香私奔的解读都非常好。看到李沁对角色的解读时的从容，就知道他在这部戏中非常认真地揣摩了角色和剧本。这种对角色的揣摩，也是一个好演员的基本素养。3. 再多说点。说起来，其实李沁并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比起那些动不动就是从北影、中戏、上戏毕业的演员，他是半路出家。李沁自幼学习昆曲，后来更是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学习，那里有专门学习昆曲的人才，是国家为了不让传统文化流失，特意开设的班级。李沁就是在这里学习了9年，学校一度将他作为第5代杜丽娘。昆曲归门但传承人来培养。不得不说，李沁身形完美，五官精致，气质也很好，能被学校选中一定是有过人之处。后来因为拍《红楼梦》被李少红发掘，自此李沁走上了演员的道路。说来也奇怪，李沁人虽然长得很漂亮，辨识度也很高，演技也不错，但遗憾的是如今依然没有大红。在《庆余年》里，李沁作为鸡腿姑娘古装扮相可说非常灵动，有仙气。我还看过她在古装剧《锦绣南歌》里扮演杀手沈离歌，这个角色很有意思，自带飒劲的李沁倒是和这个角色很配。《白鹿原》里李沁饰演的田小娥，又让我们看到了李沁的另外一面。原来除了仙气飘飘和飒姐，李沁还能驾驭这样的角色。随着人生之路的热播，真心希望李沁能够凭借对刘巧珍的精彩演绎，跨越咖位，拿到更多更好的剧本。最后，大家对于李沁扮演的刘巧珍怎么看？对于李沁这个演员怎么看？